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守口如瓶，一个瓶子若是把口封得紧紧的，里面装的甘露就不会洒出去，外面的尘沙也进不来。可是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想过，人到了晚年，这一张嘴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封也最该封的那一个瓶口。年轻的时候我们说错一句话，还有几十年可以慢慢弥补，还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重新来过。可是到了头发白了，牙齿松了，儿孙绕膝的年纪，我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分量都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坐在我们面前围在我们身边的是我们的子女，是我们的孙儿，是这一个家往后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根。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像一场及时的春雨，滋润一整个家族，也可能像一把无名的火，把几十年一点一滴攒下来的福气在一夜之间烧个精光。今天我们要一起聊的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平常常，却悄悄关系到一个人晚年福报，甚至关系到子孙命运的题目。晚年不说这几种话，方能守住一份口德，把福留给后辈，替自己修得一个圆满的善果。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老生常谈。当我们把佛法里对于言语的智慧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一张小小的嘴藏着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功德，也藏着一个人一生最深的业障。它可以是我们晚年最好的一位贵人，也可以是我们晚年最凶的一个对头。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往往就在我们开口之前的那一念之间。古人还有一句话说得更明白，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句温暖的好话能让人在数九寒天里心头都是暖的，一句伤人的恶话却能让人在盛夏六月心里都结着冰。同样是一张嘴，同样是那么几个字，落在人的心上却是天差地别的两种光景。我们不妨想一想身边的两位老人，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脸上总是带着笑，见了晚辈开口都是好话，家里的儿孙一有空就往他身边凑，那一个家暖融融的像一盆炉火。另一位老人明明也一样疼儿孙，可是那一张嘴一开口不是抱怨就是数落，久而久之，儿孙见了他都下意识的想躲。那一个家冷清清的，像一间没有生火的屋子。这两位老人晚年的福气差在哪里？差的不是别的，就差在这一张嘴上。在佛门里有一个说法叫做身口意三业。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一切善恶离不开三样东西，一个是身体的行为，一个是心里的念头，还有一个就是嘴上说出来的话。这三样当中最容易犯下过失的恰恰就是我们这一张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动手去伤人，我们心里会顾忌，会害怕，会掂量后果。很多时候到底没有真的动手，心里起了坏念头，别人也看不见，我们自己咬咬牙，常常也能把它压下去。唯独这一张嘴一开一合，实在太过轻易，话还没有过脑子就已经溜出去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那一句伤人的话早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所以古人才说祸从口出。人这一生的许多麻烦，许多裂痕，许多再也修补不好的关系，往往就是从一句没有守住的话开始的。在一个家里，长辈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根，根是埋在土里的，平时看不见，可是这一整棵树的枝繁叶茂，这满树的花开花落，全靠这根在底下默默的供养。长辈的言语就是从这根里流出去的水，你这根里流出的若是清甜的甘泉，那顺着树干，顺着枝丫一路滋润上去的就是满树的生机。你这根里若是渗出了苦水，甚至是毒水，那这一整棵树从最粗的枝干到最嫩的新芽，喝到的就都是苦，都是毒。所以长辈的一句话从来不只是说给眼前这一个人听的，他会顺着这个家的血脉一代一代的往下流，这
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到了做长辈的年纪，这一张嘴反而要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小心，更加慎重。古人为什么那么看重一个人的口德？因为他们早就参透了一个道理，一个家族的兴衰往往不是败在银钱上，而是败在言语上。多少大户人家家财万贯，却在3、2代之间就败落了。究其根本，常常是因为家中长辈那一张嘴，刻薄成了习惯，怨怼成了家风。而有些看起来清贫的人家，却能一代比一代兴旺。你若是走进去看，会发现那家中的长者说话总是温和厚道，待人总是留3分余地。老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一份善与不善，很大一部分就藏在我们日常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里。所以古人教导后生，开口之前要3思而后言。这3思，思的是什么？1思这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2思这一句话是善的还是恶的？3思这一句话说出去对人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若是这3关都过不了，那这一句话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要轻易出口。佛经里把口业分成4种，第一种叫做妄语，就是说假话，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没有，存心去骗人。第二种叫做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在张三面前说李四的不是，转过头又在李四面前说张三的坏话，一张嘴2片皮，说好说坏都是他一个人，把原本和睦的2个人活生生挑拨成一对冤家。第3种叫做恶口，就是骂人，说难听的、刻薄的、恶毒的话，像一把刀子一样往别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戳。第4种叫做奇语，就是那些听起来花俏，实际上却没有半点意义，甚至勾人邪念、挑动是非的闲话废话。这4种话说到底都是我们心里的贪心、嗔心，还有那一份计较和傲慢，借着这一张嘴露了出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言多必失，一个人话说得越多，出错得罪人的机会自然也就越多。这并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闷声不响的人，而是要我们明白，开口之前多一分掂量，多一分斟酌。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说话的分量重了，听我们话的又都是最亲的人，这一分掂量就更加要紧。佛门里教我们，每要开口说一句话之前，先在心里问一问自己，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是善的吗？是有意义的吗？说出来是能让人欢喜，还是会让人受伤？若是这一句话经不起这几问，那就宁可把它咽回去，也不要轻易说出口。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一个人若能养成这样的习惯，他这一生要少造多少的业，要少结多少的怨。这4种口业，年轻人会犯，老年人一样会犯。而且说一句实在话，人越是上了年纪，越是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4种话都占全了。这不是因为老人心坏，恰恰相反，我们身边很多老人心地其实是极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习气2个字。一个人活了60、70年，说话的习惯早就像刻在骨头里一样，改都改不掉了。年轻时爱抱怨的，老了往往更爱抱怨；年轻时爱挑理的，老了往往更爱挑理。年轻时那一张嘴尚不肯饶人的，老了那一张嘴常常更是谁都不让。所以人到晚年，修这一张嘴，其实是在跟自己几十年的老习惯过招。这是一场最难却也最值得去打的仗。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说话的习惯几十年都改不掉了，那我们到了晚年还有必要去改吗？还来得及吗？我要说，正是因为难，这一份修才更显得珍贵。佛门里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个人什么时候肯回头，什么时候就是岸。改口德这件事从来没有太晚一说，哪怕我们已经70岁、80岁，只要从今天起
肯在开口之前多停顿一下，多想一想，肯把那些伤人的话硬生生地咽回去，肯把那些温暖的话多说出来几句，那我们的晚年，我们的福报就会从这一刻起开始一点一点的不一样。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到了晚年还肯这样痛下功夫去修自己这一张嘴的这一份用心，这一份诚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善根，极大的福德。儿孙看在眼里，也会深深的被触动，被感化。一个肯在晚年修口德的长辈，他修的不只是自己的福，他还在用自己的言行给整个家族立下一个最好的榜样，种下一颗最好的种子。佛法里还有一个很深的说法，讲的是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所说的话，都会在我们生命最深的地方留下一颗种子。这一颗种子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凭空消失，它会静静地埋在那里，等到有一天因缘成熟，就冒出芽来，长成我们将来要亲自去承受的果。一句恶话种下的是一颗苦种，一句好话种下的是一颗甜种。我们这一辈子说过的千言万语，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心田里一颗一颗地下着种。到了晚年，我们更要明白，我们口中种下的不只是自己来世的因，更是这一个家，这些儿孙眼前就要承受的果。一句话的分量原来是这样的重。先说第一种，晚年最不该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怨话。什么是怨话？就是抱怨的话，就是怨天尤人的话。我们身边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老人，一天到晚嘴里没有一句顺心的。天气热，他抱怨这鬼天气要热死人；天气冷，他埋怨这破天气要冻死人。儿女来看他，他嫌人家来得太少；儿女忙工作抽不开身，他就念叨这几个孩子没有良心，白养了他们。吃着饭，他嫌菜太咸；喝着茶，他怪水太烫。仿佛这整个世界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对得起他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很深的道理，一个人嘴里常常说什么，他的那一颗心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整天把抱怨挂在嘴上的老人，他往往不是先真的有了那么多的苦才去抱怨，很多时候是他先养成了一张爱抱怨的嘴，这一张嘴反过来又把日子里本来还过得去的那些部分也一点一点地嚼碎了，嚼苦了。佛法里讲相由心生，其实话也是一样的，话由心生。可是说出去的话又会反过来养这一颗心，你越是抱怨，心里的怨气就越重，怨气越重，看什么都越不顺眼，看什么都不顺眼，嘴上就更要抱怨，这就成了一个把自己牢牢困住的圈子，一圈一圈，把一个人的晚年越缩越小，越过越暗。更要紧的是，这样的怨话伤的绝不只是老人自己。一个家里若是有一位长辈整天唉声叹气，怨这怨那，那整个家的那一口气都是往下沉的。儿女下了班，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本想图一个清静，图一份温暖，可是一进门听到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抱怨和数落。时间一久，孩子回家的脚步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沉。这不是他们不孝，是那一个家里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老人晚年最大的福气是什么？不是有多少钱，不是住多大的房子，而是儿孙真心愿意亲近你，愿意常常回到你的身边。而这一份天大的福气，往往就是被一句一句的怨话亲手推开的。反过来看，那些晚年过得有滋味、有福气的老人，你若是仔细去留意，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嘴上不爱抱怨。同样是老了，同样是身上这里疼那里酸，同样是儿女不能天天守在跟前。有的老人偏偏能笑着说，今天天气真好，能出去晒晒太阳，真舒服。孩子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能忙是好事。就这样一句知足的话，一句体谅的话，把福气又一点一点地拢了回来。所以佛家常常说，知足是一种大福报，而这一份知足
最先就是从管住这一张爱抱怨的嘴开始的。嘴上先学会了不抱怨，心里才腾得出地方，去装下那些日子里本来就有的暖和光。其实我们细想一想，一个人晚年的日子就像一亩田，你这一亩田里天天种的是什么，秋天就收什么。你天天在心田里种抱怨，种不满，种怨气，那你这一亩田长出来的就是一片荒草，一片愁苦。你天天种的是知足，是感恩，是体谅，那你这一亩田收获的就是一季又一季的安稳和喜乐。同样的一场雨，落在懂得知足的人心里，是滋润，是恩典；落在满腹牢骚的人心里，却成了他抱怨老天不开眼的又一个由头。你看，福和祸有时候并不在外面的境遇，而在我们这一张嘴，这一颗心到底习惯了往哪一边走。一个能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还说得出一句今天真好的老人，他其实已经替自己也替这个家守住了好大一片福田。说完了怨话，我们再说第二种，也是伤人最深、造业最重的一种话，就是狠话，也就是佛门里讲的恶口。恶口是什么？就是那些恶毒的、刻薄的、专往人心窝子里扎的话。有的老人一辈子嘴上不肯饶人，发起脾气来什么难听说什么。骂儿女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连人格带祖宗一起骂，气头上甚至会说出你怎么不去死，我怎么会生了你这种东西这样的话。这种话说的人也许只是图一时的痛快，出一口闷气，说完转身就忘了。可是听的人呢，尤其是自己的儿孙，这种话一旦听进了耳朵，就像一根倒刺扎进了心里，几十年都拔不出来。佛经里关于恶口的果报记载了许许多多让人听了心惊肉跳的故事。这些故事乍听起来像是远古的传说，可是那背后的道理却是实实在在，一丝一毫都不会错乱的。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已经证得果位的尊者，因为前世造下的一段口业，生生世世都带着一种奇怪的毛病。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总是像牛在反刍一样不停地咀嚼。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经是一位读了很多经、很有学问的出家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年纪老迈的老比丘吃饭吃得很慢，一口一口慢慢地嚼。他心里起了一丝轻慢，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吃东西的样子怎么像一头老牛在反刍。就是这么一句话，看起来像是玩笑，像是随口一说，可是他不知道，那一位被他取笑的老比丘其实早已是证了果的圣者。就因为这一句取笑圣者的恶口，他在之后整整500世里世世投生为牛，一直到最后修成正果的这一世，身上都还带着牛一般的习气。还有一个更让人警醒的故事，有一位年轻的小沙弥听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比丘在诵经，那声音因为年老有些沙哑，有些迟钝。这位小沙弥觉得好笑，就脱口说了一句：你诵经的声音怎么像狗在叫。同样是随口的一句，同样是一时的轻慢，可是那位老比丘也是一位早已证果的阿罗汉。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位小沙弥在之后的500世里世世都投生为狗。你看，一句取笑别人的话换来的竟是500世的畜生之身，这个代价何其惨重。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让我们看清恶口的分量。从前有一位管理僧众事务的出家人，有一群商人出海之前供养了僧众许多珍贵的财物，托他代为保管。等到后来大家来向他取用的时候，他起了贪心，又动了嗔心，竟然当众破口大骂，骂那些同修是一群吃屎的东西，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你们凭什么来拿。就因为这一句又贪又嗔的恶口，他命终之后堕入了极苦的地狱，在污秽之中受了整整92劫难以想象的苦，才得以脱身。我们今天听这样的故事，也许会觉得不至于吧，哪有那么严重。可是佛法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要我们去害怕，
而是要我们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我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不会凭空消失，它就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我们自己心田最深的地方。今天种下一句恶毒的话，也许不会马上就见到报应，可是这一颗种子迟早会在某一个时节发芽长大，结出苦涩的果实，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佛门里讲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因果二字真实不虚。也许有人会想，这都是几千年前的事了，放到今天还准不准？我们不妨看一个眼前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20岁出头就拿到了很高的学位，被一所名校破格聘用。按理说，这样的天分，前程应该一片光明。可是奇怪的是，一连10年他都升不上去，旁人替他惋惜。后来才慢慢看明白，原来他这10年里发表的文章总是在挑剔这一位前辈哪里不行，指责那一位同行哪里有错，而且说得又尖又狠，句句抓住别人的短处。就这样，他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得罪光了。等到他要往上走的时候，处处都是拦他的手。这在佛门里叫做等流果，意思是说，一个人若是养成了一张只会挑剔别人，只会说刻薄话的嘴，那这一张嘴最后困住的恰恰是他自己。你看，因果二字何曾只是古人的故事，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言谈举止里一分一毫地运转着。那么落到我们晚年的日子里，这个道理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对儿孙说的每一句狠话，都在给这个家埋下一颗苦种。你骂孩子没出息，这一句话会像一个咒一样跟着他一辈子，让他真的在心里觉得自己没出息。你咒儿女不孝，这一份怨怼的种子也会在这个家里生根，让亲人和亲人之间真的慢慢生出隔阂，生出争斗。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极重，说喜欢恶口骂人的人，来世要受眷属斗争的果报。意思就是一个家里的人整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往往就是因为过去造下了太多的恶口。我们晚年若还不肯收起这一张嘴上的刀，那我们亲手埋下的就是子孙后代不和睦的祸根啊。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说一说，为什么长辈对儿孙的恶口比一般的恶口罪业还要更重一些。佛门里讲，骂人的罪过要看被骂的对象。你若是去辱骂一位有德行的人，一位对你有恩的人，那这一份罪业就要加倍的重。而在这个世上，还有谁能比我们的儿孙和我们更亲，受我们的恩更深呢？我们的一句恶语落在一个陌生人身上，他转身就走了，也许过几天就忘了。可是落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他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因为那是他的父母，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父母的话，孩子从小就是奉为圭臬的。父母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以为自己不好。所以一句出自至亲之口的恶语，比世上任何一句恶语都扎得更深，都留得更久。多少人一辈子都走不出童年时父母的一句咒骂，那一句话成了他一生都解不开的一个心结。我们做长辈的，若是明白了这一层，还忍心把最恶毒的话说给我们最亲爱的骨肉听吗？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想着自己这半辈子说过的狠话也不算少，是不是这一份福就再也补不回来了？其实不然，佛法从来不是要我们绝望，恰恰相反，佛法给的永远是一条可以回头的路。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故事，那些造了口业的人，为什么有的到最后还能修成正果？靠的就是2个字：忏悔。一个人只要真心知道自己错了，从此改口，从此不再说那些伤人的话，那过去的业就能一点一点的消，将来的福就能一点一点的积。就像那一位相貌丑陋的公主，一旦至诚忏悔，改了口，连容貌都能一天天变得庄严起来。所以无论我们过去说过多少不该说的话，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从今往后，从下一句话开始，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一张嘴重新看管起来？
第三种晚年要格外当心的话是离间的话，也就是佛门里说的两舌。这一种话比起前面那一种一听就知道难听的恶口，还要更加隐蔽，更加伤人，因为它往往披着一层关心的外衣，听起来甚至还像是在为你好。在一个家里，老人常常是那个知道的最多的人，哪个儿子过得宽裕，哪个女儿手头紧，哪个媳妇嘴甜，哪个女婿话少，谁家给的孝敬多，谁家来得勤。这些家长里短，老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可是这一本账若是守不住这一张嘴，就会变成一把一把离间的刀。有的老人喜欢在这个儿子面前念叨那个儿子的不是，说你哥哥那口子上次回来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转过头又在另一个儿子面前数落这一个。他也许并没有什么坏心，只是觉得心里憋着，总想找个人说一说。可是他不知道，就是这样两边一说，原本相安无事的妯娌就渐渐生出了嫌隙。我们要记住，一家人之间的和气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也最宝贵的东西。它就像一件细瓷，攒起来要靠几十年的相互扶持，相互忍让。可是要打碎它，有时候只需要几句挑拨的话。两舌之所以在佛门里被看得那么重，就是因为它专门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佛经里说，一个喜欢两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来世要受到亲人离散、六亲不和的果报。而落在一位长辈的身上，这一个果报就偏偏应在了自己最放不下的儿孙身上。说到这里，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家最需要长辈来当那个和事佬，而不是那个点火的人。一个家里人一多，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摩擦、小心思，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磕磕碰碰，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时候，长辈的这一张嘴就成了这个家的一个总开关。同样是一件小事，你若是往和的方向去说你嫂子那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说你弟弟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这几句话就像一盆温水，把大家心里那一点小疙瘩慢慢的化开了。可你若是往烈的方向去说，把这一个的话添油加醋的学给那一个听，把那一个的脸色绘声绘色的描给这一个听，那你就是在往一堆快要熄的火星子上一个劲的扇风。一个家最后是聚是散，是暖是冷，很多时候就看这位长辈习惯把话往哪一边说。还有一种两舌是老人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就是在儿子和媳妇之间，或者女儿和女婿之间去插一脚，去搬弄。看到小夫妻拌了几句嘴，本来是年轻人过日子再正常不过的，磕磕碰碰做长辈的，若是这个时候跑去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我早就说过他对你不够好吧，那这一句话就像往一道小小的裂缝里又硬生生塞进了一根楔子。小夫妻之间的那一点火气本来睡一觉就过去了，可是被长辈这么一挑，反倒成了心里怎么也接不过去的坎。多少原本好好的家庭就是这样被最疼爱他们的长辈用一句一句自以为是为孩子好的话，一点一点地推到了破裂的边上。同样要当心的还有一种因为误会而说出口的冤枉话。有的老人上了年纪，东西一时找不着，就疑心是家里的晚辈拿了，话说得又急又重。可是佛经里早有这样的公案，有一位修行人只因前世一时起了嗔心，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是小偷，结果自己在后世也蒙受了牢狱之苦，白白受了整整12年的委屈。冤枉别人的话不但伤了那个被冤枉之人的心，也在自己的身上种下了一颗将来要自己来偿还的苦果。所以家里的东西找不着了，宁可自己再多找几遍，也不要急着把冤枉的话扣到最亲近的人头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老人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这家长里短，听了心里有数就好，不必都说出来。尤其是那些会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生出芥蒂的话，宁可烂在肚子里，也绝不从自己的嘴里传出去。一个能把是非守在嘴边，不去搬弄的长辈，
就是这一个家最好的定海神针，它在这个家的人心就是聚拢的，这个家的那一口气就是和顺的，这才是留给子孙最后的一份福。还有一种话也和一个家的和睦紧紧地连在一起，那就是偏心的话。这一种话比起前面说的挑拨离间还要更伤儿女的心，因为它伤的是为人子女心里最在乎的那一杆秤，公不公平。做父母的儿女一多，心里难免会有偏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这一个孩子从小乖巧，那一个孩子让人操心，这一个孩子事业有成，那一个孩子过得辛苦，心里有那么一点偏，其实还不打紧，最怕的是把这一份偏心变成了嘴上的话，说了出来，还常常挂在嘴边，当着这一个儿子的面夸另一个儿子如何如何有出息，话里话外都是嫌弃眼前这一个，或者反过来总觉得那个过得好的孩子不需要疼，就把所有的好，所有的偏爱都给了另一个，还说得理直气壮。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偏心话会在儿女的心里种下多深的一道伤？那个总是被比下去、被嫌弃的孩子，他会觉得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心里，自己是多余的，是不被疼爱的，这一份委屈会跟着他一辈子。而更让人痛心的是，父母的偏心是兄弟姊妹之间反目成仇最常见的一个根源。多少原本可以互相扶持一辈子的手足，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眼睁睁看着父母的偏爱一次又一次地倒向另一边，心里的那一口气越积越深，最后等到父母不在了，这一份积压了半生的怨就全都爆发出来。为了一点家产，为了一句谁更孝顺的说法，闹得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一位真正有智慧的长辈，哪怕心里真的有那么一点偏向，也懂得把它藏在心底，绝不挂在嘴上。在儿女面前，他会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会记得每一个孩子身上的好，会让每一个孩子心里都留着一份被疼爱的暖。这样的父母才是真正在为儿女积福，因为他守住的是这一群儿女之间那一份能够相互扶持，走过往后几十年风雨的手足之情。而这一份情是任何家产都换不来也比不上的。第四种话是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改不掉的一个习惯，就是贬损晚辈的话，训斥晚辈的话。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老人言，叫做人前不训子，人后不说妻。这一句话里藏着极深的做人智慧。今天我们单说前面这半句，人前不训子。很多做长辈的总觉得自己吃的盐比小辈吃的饭还多，走的桥比小辈走的路还长，所以看小辈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孩子做这个他嫌笨手笨脚，孙子做那个他嫌不成器。更要命的是，很多老人训斥晚辈不分场合，当着一屋子亲戚的面，当着孩子的同学朋友的面，甚至当着自己孙儿的面去数落自己的儿女，说你看你这一点出息，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这种当众的贬损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伤的是他的脸面和尊严，对一个孩子来说伤的是他一辈子的自信。佛经里有一个故事特别能说明这个道理。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王生了一个女儿，长得极为丑陋，别说外人不愿意看，就连他的亲生父母都不喜欢看他一眼。这个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都是他前世的口业所感召的。他前世就是一个喜欢恶口，喜欢贬损别人，喜欢讥笑别人相貌的人。可是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后来这位公主至诚地在佛前忏悔，痛改前非，说话再也不刻薄伤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她的相貌竟然一天一天的端正庄严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人人称赞的美人。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张嘴不只是在说话，它其实是在雕刻。恶毒刻薄的话会把一个人越雕越丑，不只是把自己雕得越来越丑，还会把身边人的心
也雕出一道一道的伤。而柔和赞叹的话，却能把一个人越养越有光彩，也能把身边人的心养得越来越暖，越来越亮。做长辈的，我们手里握着的就是这样一把雕刻的刀。我们对着儿孙，是要用它去戳、去伤，还是要用它去护、去成全，就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佛经里还记载过一段特别让人痛心的因缘。从前有一位王子，小的时候因为出身的缘故，被人当众骂作卑贱下等的人。就这么几句羞辱的话，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进了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把这一份屈辱记了一辈子，等到他长大长了权，这一份被羞辱时种下的怨恨，竟然发作成了一场滔天的灾祸，让无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讲这一段，不是要说什么刀光血影，而是要我们看清一件事，一句当众羞辱人的话，尤其是羞辱一个孩子的话，他种下的可能是一颗连说话的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仇恨的种子。这一颗种子一旦落在孩子稚嫩的心田里，会生根，会发芽，会用一辈子的时间长成一棵谁也砍不倒的怨树。还有一种话，也是在悄悄地伤着孩子，那就是拿自己家的孩子去和别人家的孩子比。你看看人家谁谁谁，你怎么就不行？这一句话，做长辈的说起来轻飘飘，甚至觉得是在激励孩子上进。可是这一句话落在孩子的心里，那个被反复拿来比较的别人家的孩子，会变成一座他一辈子都翻不过去的山。他会觉得，在最疼他的长辈眼里，自己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别人。这种从小被比到大的孩子，心里那一份自卑和委屈是很难愈合的。我们疼孩子，就该看见自己家孩子身上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好，而不是拿着别人家的那一把尺去量自己家的宝贝。我们常常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以为对孩子严厉一些，多骂几句是为他好，是恨铁不成钢。可是我们忘了，一个人的自信和底气是被最亲近的人一句一句夸出来的，养出来的，而不是被骂出来的。一个从小到大总是被长辈当众贬损数落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哪怕再有本事，心里也总有一个角落是自卑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反过来，一个从小就常常听到长辈说，我们家这孩子心地好，我们家这孩子将来有出息的孩子，他的心里从小就种下了一颗自信的种子。这一颗种子会支撑着他走过人生里多少的风风雨雨。所以说，一位长辈嘴上的分寸种下的，其实是子孙一辈子的命运底色。第五种要收起来的话，是论人是非的话，是说长道短的闲话，也就是佛门里讲的绮语，还有那些没有意义的口舌。人一旦上了年纪，从忙碌的日子里退了下来，时间一下子多了，难免会觉得空。这个时候，很多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儿子离了婚，谁家的女儿嫁得不好，谁家又出了什么丑事，坐在一起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古人有一句话说得极好，叫做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一句话实在应该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尤其是在我们上了年纪，话多了也闲了的时候。闲谈的时候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个人极高的修养，也是在替自己替儿孙默默的积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想一想，议论别人的是非到底有什么坏处？第一，我们坐在这里评论的那些事，十有八九都不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多半是道听途说，还一路添油加醋。我们随口这么一传，很可能就冤枉了一个好人，败坏了别人的名声，这在佛门里是实实在在的口业。第二，一个整天嘴上都是别人是非的人，你去看他的那一颗心，其实也早就装满了别人的是是非非，再没有一块干净清净的地方了。心里装的都是别人的烂事，自己的日子又怎么可能过得清净
过得舒坦呢？佛法一再地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想有福，先要有一颗清净的心，而这一颗清净的心，恰恰就是从管住这一张爱说是非的嘴，一点一点养出来的。你嘴上不去传别人的闲话，心里就少了一分浑浊；你嘴上不去论别人的长短，心里就多了一分清明。到了晚年，一个人若能把嘴边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东西慢慢的放下，你会发现自己的心一天比一天安静，一天比一天宽敞。这一份安静和宽敞，就是晚年最难得的一种福。它不需要花一分钱，只需要我们在每一次想要开口去说别人是非的时候，轻轻地把那一句话咽回去。除了说别人的是非，还有一种话也是老人容易犯的，就是夸口，就是炫耀。有的老人喜欢在人前抬高自己，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顺带贬低别人如何如何不行，或者喜欢拿自己的儿女去和别人家的比谁家的孩子官做得大，比谁家的孙子成绩好。这种攀比和炫耀看起来风光，其实最是折损福气，因为它的根是一颗争强好胜、不肯服人的心。老人眼里有一句话，说人穷不露穷，人富不炫富。一个真正有福气、有底蕴的老人，反而是低调的，是谦和的，是不张扬的。就像那一句老话说的，满瓶子不摇，半瓶子晃荡。肚子里真有东西的人，是不需要靠一张嘴到处去显摆的。所以到了晚年，我们若能学会少说两句闲话，不去议论人家的长短，不去炫耀自己的家长里短，把嘴边那些没有意义的是是非非放下，我们的心自然就清净了几分，我们的福也就在这一份清净里悄悄地厚了几分。说到最后，还有一种话，听起来似乎不像前面几种那样伤人，可是它对一个家的杀伤力却是又深又沉。这种话就是丧气的话，是绝望的话，是老人对着自己说出的那些消极的、否定的，甚至像是在诅咒自己的话。我们一定听过这样的话，有的老人一遇到不顺心，就把这几句挂在嘴边：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就是给你们添麻烦，我这一把年纪了，早一点走了干净，省得拖累你们，我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什么指望都没有了。这些话说的老人也许只是一时的委屈，一时的伤感，说完了心里也就松快一些。可是这些话落在儿孙的耳朵里，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和心酸。我们要明白，语言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佛法看得清清楚楚。你天天说自己是累赘，是负担，这一句话不只是说给别人听，它也在一遍一遍地暗示着你自己的身心。说得久了，一个人真的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价值，越来越失去精神的气力，身体也跟着一天不如一天。这在无形之中其实是在折损自己的寿数和福报。一个人到了晚年，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守住自己心里那一团精气神，那一份对日子还热乎乎的劲儿。而这些丧气的、绝望的话，恰恰就是浇熄这一团火最快的一盆冷水。我们常常以为说几句丧气话是自己的事，碍不着别人。可是在一个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只碍着自己一个人的。一位老人若是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那这一份沉重会像屋子里的潮气一样，悄悄地渗进每一个家人的心里。孩子在外面拼搏了一天，本就不容易，回到家最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松一口气的港湾。他多么希望一进门看到的是长辈安详的笑脸，听到的是一句你回来啦，累不累，而不是又一轮关于自己一无是处、关于活着没有意思的叹息。做长辈的若是真心疼孩子，就要懂得在孩子面前把自己的腰杆子挺直一些，把自己的笑容多挤出来一些。这不是虚伪，这是一位长辈用自己的坚强替儿孙遮风挡雨的一种深沉的爱。更要紧的是，长辈的心境是会传染给整个家的。
一个总是把死啊、累赘啊、没指望啊挂在嘴边的老人，会让儿孙的心里常年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孩子们会为此担心，会为此愧疚，甚至会为此害怕回家，因为每一次面对长辈的绝望，对他们都是一种难熬的煎熬。我们疼爱儿孙，舍不得他们吃一点苦，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明白，把这样沉重的话语一遍一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本身就是让他们最放不下、最难受的一件事。一个真正懂得为儿孙着想的长辈，哪怕自己身上有病痛，心里有难处，也懂得在儿孙面前多说一些让人心安的话。他会说，我这身子还硬朗，你们放心去忙。他会说，能看着你们一天天好起来，我这辈子就值了。这样的话，是一位长辈用自己的豁达和慈爱，替整个家撑起的一片晴天。他把苦自己默默地担了，把暖全留给了身边的人。这样的老人才是一个家真正的福星，真正的靠山。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我们回过头来，其实真正想说的是另外一件更要紧的事。管住这一张嘴，并不是要我们到了晚年就变成一个一句话都不肯说的闷葫芦。守口如瓶，守的是那些伤人的、造业的、损福的话，而该说的话，那些能暖人心、能积福德的话，我们不但要说，还要多说，要好好的说。守从来不是为了封死，而是为了把里面真正珍贵的甘露好好的留住，再一滴一滴的倒进最该滋润的人心里去。佛门里有一个很美的词，叫做爱语。什么是爱语？就是充满慈悲和关爱的话，是柔软的话，是能让人听了心生欢喜、心生温暖的话。佛陀之所以能有那样的德相，能有那样一副能让一切众生都听得懂、都欢喜信受的声音，正是因为佛在无量世里从来不说妄语，不说两舌，不说恶口，不说绮语，只说真实的话，只说利益众生的话。经上说，一个人的舌头若是生生世世都清净，都不曾打过妄语，便能感得一种殊胜的德相。佛的那一副广长舌，佛的那一种能传遍十方，能让不同的众生各自都听懂的梵音，正是无量世口业清净一点一点修来的福报。佛经里还说，一个人若是能远离恶口，只说善言，就能成就种种的功德。说出来的话，人人都愿意听，人人都愿意信，句句都能让人欢喜。你看，同样是一张嘴，守好了，守到了极处，竟能修出这样的庄严。在佛门里还有一个度化众生的法门，叫做四摄法。意思是说，菩萨用4种方法去亲近众生，摄受众生。而这4种方法里，其中很要紧的一种就叫做爱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说一句好话，说一句慈爱的话，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布施。我们常常以为布施就是拿钱、拿东西去帮人，其实不然。一个和颜悦色的表情，一句温暖鼓励的话，这叫做无畏布施。它给人的是心里的安稳和力量。这一份功德一点都不比拿钱拿物来得小。一位老人也许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去为儿孙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可是只要这一张嘴还在，他就随时随地都能给这个家做着最宝贵的布施。一句你辛苦了，一句别怕，有我在，这些话值不了几个钱，却是儿孙在人生路上最温暖的一份底气。那么落到我们自己的日子里，什么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最该多说的爱语呢？第一是赞叹的话，是肯定的话，多去看见儿孙身上的好，多说一句你做得真好，你这样很棒。这一句话胜过千百句的批评和挑剔。第二是感恩的话，儿女为我们做了什么，哪怕只是端来一杯水，也记得说一句难为你了，谢谢你。一位懂得感恩的长辈，会让儿孙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都是被看见的。第三
是宽心的话，是祝福的话。多对儿孙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多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这些话就像一句一句的祝福，护佑着这一个家往好的地方走。这3种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能天天做到的长辈却不多。我们不妨从今天起就试着练习。当儿女下班回来累得不成样子，我们不要急着抱怨他们回来的晚，而是先说一句辛苦了，快坐下歇歇。当孙儿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我们不要跟着数落，而是摸摸他的头，说一句没关系，这一次没考好，下一次再努力就是了，爷爷相信你。当儿女为我们添置了新衣，做了一顿好菜，我们不要嫌这嫌那，而是真心地说一句真好，有你们，我这老头子真是享福了。你会发现，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好话，能让整个家的气氛一天一天的变得不一样。儿孙回家的脚步会变得越来越轻快，这个家的笑声会变得越来越多，而我们自己的晚年也会在这一片和乐融融里过得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有盼头。这就是爱语的力量，这就是一位长辈用一张嘴为自己也为整个家修来的福。我们常常以为留给子孙最好的东西是钱财，是房子，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家业。可是真正有智慧的老人明白，这些东西都是会花完的，会败光的。真正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还越传越厚的是德。而一个人晚年的口德，正是这一份家德里最要紧的一块基石。你这一生若是嘴上留了德，不伤人，不造业，只说慈爱的话，只积福厚的德，那你这一份德就会化成一种看不见的福气，庇荫着你的儿孙，让他们身心安稳，让他们一生顺遂。这就是佛门里常讲的祖上积德，福泽子孙。一位长辈守住的每一句话，最后都会变成子孙命里的一分底气，一分福报。我们这一生走到了晚年，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可以去做了。可是佛法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从来不在远处，就在我们每一天的一言一行里。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头去改变过去说过的那些话，可是从今天起，从下一句话起，我们永远都还来得及把这一张嘴修成一张有德的嘴。少说一句抱怨，就少造一分业；多说一句慈爱，就多积一分福。这一点一滴的改变看起来很小，可是日积月累，就是在替自己的晚年，替儿孙的将来一寸一寸地铺一条光明的路。我们每一次把到了嘴边的怨话、狠话、是非话硬生生地咽回去，每一次把赞叹、感恩、宽慰的话好好地说出来，都是在为这一个家添着一分看不见的福气。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辈，他们留给我们最深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早已忘了他们留下了多少家产，可是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他们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是一句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给我们撑腰的话，孩子别怕，天塌不下来，有爹娘在。也许是一句在我们最迷茫的时候替我们指路的话，走正道，做好人，亏不了。这些话我们记了一辈子，也暖了一辈子，甚至在我们自己也做了长辈之后，还在一句一句地传给我们的儿孙。这就是言语的力量，这就是口德的传承。一句好话可以穿越几十年的光阴，穿越一代又一代人，一直温暖下去。而一句恶语同样可以像一道伤疤，在一个家族里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我们今天对儿孙说的话，其实不只是说给他们听的，我们是在为这个家族写下一份看不见的家书。这一份家书会被我们的子子孙孙一直读下去。那么我们是愿意在这一份家书里写满慈爱与祝福，
还是写满怨怼与刻薄呢？所以，人到晚年，这一张嘴真的要当成一个最珍贵的瓶子来守，守住它，不让那些恶毒的、抱怨的、挑拨的、贬损的、是非的、丧气的话从里面漏出去，去伤害我们最爱的人，去折损我们一生的福。同时，也要用它把那些赞叹的、感恩的、慈爱的、祝福的话，像倒甘露一样，一点一点地倒进儿孙的心里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愿我们老去的时候都能修成这样一张有德的嘴，说着让人心安的话，留着阴泽后人的德。到那个时候，我们晚年所求的那一个圆满的福果，其实早就在我们一句一句的善言里，在我们一天一天的守口如瓶里，悄悄地结成了